2003年9月29号，咸阳市福源小区的宁静被打破了。这个居住着大量公务员和商人的所谓高端小区，治安一向不错，此时却聚集了大量警察，警灯闪成一片。一个老人向邻居询问：“哎，这是出了什么事情了？”邻居说：“大爷，你没听说吗？隔壁8号楼住户陈平的老婆被人给杀了。”老人大吃一惊，惊讶地问道：“陈平，是不是那个检察长啊？”邻居说：“嗨，不是他还是谁呀？就是他的老婆。”老人喃喃地说：“哎呦，这可出大事了，这可出大事了。”检察长的妻子遇害，震惊全国。事情是这样的，29号中午13点，咸阳市秦都公安分局突然接到报警，说是福源小区发生入室凶杀案，一名中年妇女被人给杀死。更让警员吃惊的是，报案人说自己名叫陈平，是秦都区检察院检察长。入室杀人本就是一种恶性案件，现在又是检察长的妻子被杀，这如何得了？顿时数辆警车飞快地驶到福源小区，很快见到了报案人陈平和他的几个朋友。陈平神情悲伤，向警察说明了自己的情况。早上7点40 ，46岁的陈平离开家去检察院上班，他38岁的妻子汪玲还在熟睡。由于汪玲是私营老板，不需要很早起来上班，陈平就没有管他，自顾自地出了门。到了中午11点20，突然有个姓刘的朋友打手机找他，说他有急事找汪玲，但是汪的手机怎么也打不通，提示关机。陈平认为可能是汪玲还在家中睡觉，就自己打家中电话，结果还是没人接听。有职业警觉性的陈平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就打电话请楼上3楼的一个邻居去他家里敲门喊醒妻子。但邻居随后电话告诉他，他敲了好一阵子的门都没有回应。陈平继续打妻子手机，发现手机始终是关机的。此时他开始着急了。汪玲是私营业主，经营粮油批发、洗浴、餐饮等多个行业，平时手机是24小时开机，现在却几个小时联系不上，看来是出事了。陈平说，他立即喊上几个朋友同事，开车于12点20分左右回到福源小区的家里。走到门口，陈平发现自己忘了带钥匙，只能和朋友敲门，但门内没有回答。陈平家是在2楼，距离地面并不高。一个朋友见情况不对，自告奋勇从隔壁邻居家阳台爬到陈平家阳台，由于阳台的门紧锁，也没有进去，只是隔着玻璃窗看室内的情况。那个朋友先是说：“汪姐，你怎么还睡呢？我们都在找你呢，你快开门呢。”然后他转头对也在阳台上的陈平和其他几个人说：“汪姐睡在床上呢，可能还没有醒啊。”陈平他们刚松了一口气，突然那个朋友万分惊恐地尖叫了起来：“哎呀，不对，出事，死人了！那床上都是血，死人了！”陈平他们立即报警，事情就是这样。公安分局刑警立即赶到这里，连秦都区公安分局局长王树山也都亲自来了。他们安慰了陈平以后，立即找来锁匠打开房门，刑侦人员立即进入，现场触目惊心。卧室中，陈平的妻子汪玲双眼圆睁，仰着身子死在床上的血泊中。受害者汪玲身穿粉红色睡衣，双手双脚被几根尼龙绳给捆住，嘴也被堵住。汪玲没有穿睡裤和内裤，下身赤裸，阴部有很明显的几根男人的毛发。她的致命伤是胸前的刀伤，目测至少有10处以上，将胸口几乎刺成马蜂窝一样。凶手手段非常残忍，看来是一定要置受害人于死地，
床上一团混乱，似乎是受害者同杀人犯搏斗过。被子上有大量血迹，现场还有明显的翻动痕迹，有一些戴着手套的血印，整个现场惨不忍睹。由于案情重大，刑侦人员害怕技术力量不足，立即向市局求助。市局刑警队赶到，他们的刑侦人员发现了室内有零散血迹和几处血手套的痕迹，显然案犯是戴着手套行凶的，并没有留下指纹。在卧室的地上清楚地留下2行不属于汪玲和陈平的皮鞋鞋印。现场并没有找到任何凶器，也找不到凶器的痕迹，门窗完好无损。意外的是，刑侦人员还在现场发现了138发64式77式手枪子弹和10多万元现金，还有价值100多万的有价证券。对此，陈平解释，作为检察长，他有合法公务配枪的权利，不过配发的子弹每年是有限的，他很喜欢打枪，就设法搞了一些子弹，业余时间去打靶，这些子弹是一个军人朋友送的。陈平承认这样做可能违法，诚恳向警察们承认了错误，让他们帮忙隐瞒。至于巨额现金、有价证券之类的，陈平解释都是妻子汪玲生意所得，平时他从不过问，也不知道妻子把这些东西放在家里。陈平这个检察长虽是区里的，但是在咸阳市也不是一个小人物。咸阳市公务员都知道，该市就要换届的某领导已经将陈平提拔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反贪局局长，就等着任命生效了。可以这么说，陈平此时已经是该市领导班子的成员，绝对不是普通老百姓了。这个案件顿时震动了全市党政军各界，又很快传到社会上。社会上的老百姓都说，可能是陈平做检察官期间得罪了什么人，别人报复上门杀人，没杀到他，却杀到了他的妻子。一时间要为检察长讨回公道的声音在民间流传，各种传说沸沸扬扬。对于这个案件，咸阳市非常重视，连陕西省主要领导同志也知晓此事，命令由咸阳市公安局局长郭中秋挂帅，市公安局副局长李世俊，秦都区公安分局局长王树山，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张新宽为组长的929大案专案组，一定要限期抓住杀害检察长妻子的凶手。案件扑朔迷离，毫无头绪。专案组成立以后，咸阳市的刑侦人员对现有证据进行了分析。咸阳市的刑侦力量很是一般，他们仍然尽全力地分析了案情。这个案件中凶手手段凶残，经过对汪玲的尸检发现，他被刺了多达23次，其中大部分刀伤都是致命的。换一句话说，凶手本不需要刺这么多刀，就可以将他杀死。如此疯狂行凶，似乎有着一定的仇恨，或者是凶手本人非常狠毒。根据现场来看，此案多为入室抢劫或者是入室强奸，要么就是报复杀人，或者是情变杀人。就入室抢劫来说，似乎有一定道理，因为室内有戴着血手套的翻动痕迹，似乎是在找财物。不过有意思的是，室内橱柜和抽屉等并不很隐蔽的地方，明明有大量现金、美元，还有纪念币和高达120万元的有价债券，凶手却并没有拿走。如果是入室杀人抢劫，最低程度应该把现金带走，这些东西随手就可以用掉，也不怕被人发现。劫财显然是没有道理的。有刑警提出，可能是凶手本来是劫财，杀人以后惊慌，放弃劫财逃走，所以没有带走钱。事后侦查表明，这个推断是错误的。从翻动痕迹来看，凶手显然心理素质还不错。他杀死汪玲以后，并没有立即离开现场，而是反复对现场进行翻动，
花费了最少30分钟以上时间，不存在惊慌失措逃走的情况。报复杀人或者情变杀人，首先情变不可能。根据朋友们反映，汪玲此人作风非常正派，从不和男人有什么超乎寻常的来往，况且丈夫地位又比较显赫，别人躲还来不及，更没有任何一个男人敢和她走得很近。汪从没有任何绯闻出现，不存在被情人杀死的可能性。至于报复杀人，朋友们认为也不太可能。汪玲从事的行业都不存在什么商业敌人，尤其汪洗浴中心之内主要是依靠丈夫的影响在经营，实际上几乎可以看作是垄断的，不存在有竞争对手杀人的可能性。至于汪玲本人，性格虽然比较泼辣，但心肠很软，对手下员工很好，员工有什么困难她都热心解决，员工都亲密地称她为汪姐，也不可能有下属去杀她。那么最后咸阳市专案组逐步将视线就转移到了入室强奸杀人和报复陈平杀死他老婆这2种可能性。从现场来看，汪玲下体赤裸，又被捆绑起来，床上似乎有搏斗过的痕迹，最重要的是汪玲阴部有发现几根男人的阴毛，经过毛发比对，同陈平的完全不同，这是一个标准的强奸杀人的现场。床边又有2行陌生的脚印，几乎可以肯定这个人是入室以后持刀制服汪玲，将其捆绑以后将其强奸，随后又杀人灭口，再离开卧室逃走。奇怪的事情又出现了，汪玲的体内却没有精液，阴部也看不出有性交的痕迹，那就是说凶手并没有完成强奸。那又是怎么回事呢？既然是入室强奸杀人，不强奸就解释不通。于是刑侦人员将视线又转向报复杀人。也许凶手是陈平做检察长时期处理过的某些罪犯，他们为了报复潜伏到陈平家中，将其老婆杀死，又伪造了现场，让警方认为似乎是强奸杀人。由于凶器、作案工具、目击证人都没有找到，现场留下的痕迹又很少，这个案子无法定性，更无法知道凶手是谁，成为无头案，根本无法侦破。陈平在咸阳市的能量很大，妻子遇害几天以后，陈平为其举行了追悼会，3教9流数百朋友都到场，光是花圈就送了几百个。会上，陈平对着同事朋友痛哭流涕，悲痛万分。11月，陈平在一家酒店举行了一场宴席，答谢各路人士的好意。宴席上似乎已经少了一些悲痛的陈平说：“我虽然痛失爱妻，但我不会倒下，我要比过去活得更好。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公安部门能够早日破案，抓获凶手。由于目前最很有可能的是歹徒报复检察长而杀人，案子已经脱离了咸阳市的掌握，一再上升高度。陕西省委高层领导对此案相当震怒，一再要求专案组立即破案，严惩报复杀害官员家属的歹徒。此时距离发案已经2个月时间，案子仍然没有定性，没有任何直接的线索，甚至连嫌疑人也没有。咸阳专案组受到极大的压力，上面逼得很紧，专案组无奈之下选择了一个相对承受压力比较轻的案件定性，也就是入室抢劫强奸杀人。专案组认为7点40陈平离开家以后，凶手设法骗汪玲打开房门，随后持刀将汪玲制服捆绑起来，试图强奸。期间汪玲抵抗，把床弄乱，不知道什么原因，凶手最后放弃了强奸，随后将汪玲残忍杀死，然后在现场翻动寻找财物，再逃离现场。做出如此的定性显然较为草率，专案组一些警察却有别的想法。一个有经验的老刑警曾经走访过汪玲的朋友和家属，认为这个案件存在很多疑点。
汪玲朋友们一致认为汪玲是一个非常小心谨慎的女人，人又非常聪明，根本不可能被人骗开房门导致遇害。况且经过现场的调查，发现汪玲的外衣和胸罩等物品整齐叠好放在室内沙发上面，显然是汪玲睡觉之前自己脱好的。那么如果此时有人敲门，汪玲即便被骗开门，最低程度他会把胸罩戴上，不能几乎半裸的去开门，这同汪玲的身份和性格完全不符合。一向谨慎小心的汪玲，在仅穿一件薄薄睡袍的情况下，怎么可能给一个男人开房门呢？这也不符合基本逻辑。如果凶手不是敲门进入，就是破门破窗而入。根据室内侦查来看，房屋的门窗完全完好且关闭，没有任何其他痕迹。更况且根据陈平的说法，在8点左右汪玲还在睡觉，他家又在2楼，窗户都背靠道路，哪个凶手敢在大白天的冒险爬楼入室呢？凶手只有从门进入这一种方法。如此一来，案子就无法自圆其说，陷入了僵局。案子无法自圆其说，陷入僵局了。这个老刑警又对专案组汇报他所了解到的另外情况。根据楼上楼下邻居们反映，汪玲和陈平夫妻关系非常不好，两个人每隔3、2天必定会吵架，甚至打架，搞得全楼都不得安宁。汪玲一个闺蜜得知汪被害以后痛哭流涕，主动向她讲述了一个秘密。表面上汪玲是咸阳市商业界的女红人，搞了诸如娱乐餐饮等多个公司，实际上背后均是由陈平操纵。陈平依靠手中的权力和社会关系，才有汪玲名下企业今天的辉煌。汪不过是在前台做事的具体执行人而已。另外，汪玲企业中的大部分资金其实是陈平贪污受贿和以权谋私所来，数额至少有上千万，不过是借汪玲洗钱而已。早在1998年，时任区反贪局局长的陈平以他人名义利用关系从国家银行贷款400万元，又以其妻子名义投资西安一家最大的汽车销售城，空手套白狼。在这样的权钱交易中，陈平每年轻松获利200万元，6年仅此一项就得红利1200万元。身为检察长的陈平本人作风却不好，他本来是一名初中物理老师，1983年同为普通工人的汪玲结婚，婚后两个人感情不错。短短4年以后的1987年，陈平借调秦都区检察院工作，从而让他们夫妻关系有着极大的改变。他先后做过书记员、助理检察员等职务。由于被某位领导所赏识，陈平一路高升，很快成为副检察长和反贪局局长等职务，并且于2001年被任命为该院检察长。有权有钱以后，陈平的情妇众多，其中比较稳定的是2个人。早在1996年，陈平就和咸阳银行一个刚刚毕业的女大学生搞在了一起。这个女大学生貌美风骚，看上陈平手中的权力，2个人很快同居在一起。汪玲发现苗头不对以后，谎称去西安办事，随后突然带着几个闺蜜杀回咸阳，当场将陈平捉奸在床。陈平并不示弱，继续跟那个女的来往。那个女人还为他生了个孩子。这个女人随后将自己的亲妹妹介绍给他，陈平又和这个女人搞在一起，姐妹通吃。陈平为了这2个情妇花费了大量金钱，买房买车送钱。因为花钱太多，汪玲又卡住公司财务，不给陈平钱款来养女人。陈平只得变本加厉地背着妻子使用权力换钱。2002年夏天，秦都区检察院反贪局在调查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咸阳一营业部涉嫌挪用股民资金案件线索中，营业部经理樊某托人向陈平说情，并许诺给陈平40万元。
当该案调查取得初步进展之时，陈平打电话叫回办案人员，并安排了其他案件线索让他们去查，此案不了了之。也就在这天晚上，营业部经理樊某将100元面额的40万元现金分为4块，用报纸包好，装在一个纸袋里，让中间人转交给陈平。在检察长办公室，陈平如数收到这40万元。陈平还好赌，借此敛财，在赌桌上钱不凑手时，他往往一个电话打给金融单位，命令支援。检察长要求几分钟赶来，对方便几分钟携钱赶来，所以陈平赌钱只进不出，在咸阳市早有流传。因为以上这些原因，陈平和妻子汪玲长期不和，2个人经常争吵打闹。警方从在汪玲公司保险柜中的6本笔记和20多封遗信里面所记载的内容，同她闺蜜所说的基本一致。这个老刑警认为，综上所述，陈平有一定的杀妻嫌疑。这个结论做出来以后，整个专案组震动，立即有人斥责他不要乱说。目前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陈平有嫌疑，仅仅是一些推论。陈平为某位领导的爱将，马上就要进入市委班子，可不是普通的老百姓。这个老刑警的原则性比较强，还是向正在换任的新领导班子告知了这一情况。与此同时，另外一种力量也推动了这件事情的发展。咸阳市检察长妻子被奸杀，有可能是一起报复官员的恶性案件，在改革开放以来还是第一次。案件不仅仅上升到西安省，更搞到了中央。北京的中央首长对此也是非常的重视，勒令公安部督办这起案件。由此，咸阳专案组有了转机。他们一方面立即邀请公安部派出刑侦专家来协助侦破，尤其是找到直接的证据；一方面，他们开始派出警力对陈平进行监视。由于证据确凿，2月18号，咸阳市秦都公安局宣布以故意杀人罪正式逮捕陈平。按照中国警方的传统，作为基本可以确定的杀人嫌疑犯，自然是会动用一些手段。后来陈平很快就交代了杀妻的心路历程。他和汪玲在1983年结婚，结婚前10年关系还不错，汪玲为他生了一个儿子。汪玲本人在80年代末期辞去公职，利用丈夫的影响力开始经商。陈平让妻子在前台操作掩护，将自己贪污受贿的大量钱财通过经商进行洗白，同时利用权力和关系在后台操纵，赚取了大量利益。这个阶段夫妻关系也算凑合，却因为陈平随后平步青云，开始多次在外面搞女人，并且于1996年被汪玲捉奸在床，2个人的关系就急转直下。到了2000年，陈平将仅有15岁的儿子送到澳大利亚留学以后，夫妻感情就更为恶化。一来，汪玲知道陈平在外面有多名女人和孩子，经常和他吵闹；二来，2个人是贫贱夫妻，相对比较平等。汪玲又是咸阳人，有名的女强人，所以并不像丈夫身边人一样溜须拍马，反而毫不示弱，更不让步。2个人2天一小吵，3天一大吵，甚至动手打架，搞得邻居都不得安生，检察院里也有一些风言风语。2003年春节，陈平得知自己就要被提拔为市副检察长和反贪局局长，非常欣喜。遗憾的是，一直照着他的老上级，因为本年的换届就要退居2线。谁都知道换届的时候最为重要，如果稍有负面影响，很可能就会被搞下来，甚至可能试图就此止步。由于害怕政敌利用家庭问题对他进行攻击，陈平在3月试图让妻子去澳大利亚照顾儿子，但是妻子认为这是陈平想要谋夺2个人共同财产，然后再同他离婚，他坚决不同意。陈平早已经想离婚，然后和年轻的小三生活在一起，又怕在这种紧要关头传出影响不好，始终就下不定决心。
这边汪玲也不示弱，他多次表示，如果陈平敢离婚去和小三儿结婚，他就把陈平贪污腐败、以权谋私的所有内幕都给抖出来。妻子和他生活20多年，又帮他打点了多年生意，掌握他很多罪证。如果汪玲不管不顾地抖出来，陈平不但前途尽毁，恐怕还要坐大牢。以陈平对妻子的了解，知道性格固执的妻子绝对是能够做出这种事情的，这让陈平胆寒。另外，目前两个人共同财产已经有数千万之多，如果离婚肯定要分给汪玲一半。陈平认为这些生意如果没有他的权利和关系，就根本做不成。汪玲不过在前台管理管理，怎么可能分给他一半呢？鉴于各种原因，陈平在2003年3月份以后开始动了杀机，决定干脆杀掉妻子来消除后患。杀人偿命自然有一定风险，身为检察官，陈平对杀人以后逃脱法律制裁很是自信。他的自信来源于3个方面。第一，陈平熟知中国警察的破案率，他知道中国刑事案件侦破率只有 30% 左右，很多杀人案都是悬而未破。陈平认为，只要他做了一些假象掩盖现场，然后动用手中权力尽量拖一拖，几个月以后此案也就不了了之。第二，陈平是检察官，多年和公安刑警合作，有丰富的反侦查经验。陈平认为，销毁证据和布置抢劫、强奸、杀人的假现场，对他来说难度不大。即便警方有所怀疑，因为没有足够证据，也不可能对他怎么样。第三，最关键的是这一点，以陈平在咸阳市的势力，公检法3家早已通吃，只要案子留在咸阳，就算公安局局长也要给他3分面子，可以尽量利用职权加以掩盖。遗憾的是，他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案子惊动了中央首长，成为公安部督办案件，跳出咸阳市的掌控。他早在春节之后就开始了准备工作。2003年春节，夫妻2个人同儿子一起去珠海、深圳。在旅游的时候，陈平对妻子谎称失眠，在宾馆对面商场的医药专柜里买了5片安眠药，带回了咸阳。在案发前，陈平已经准备好了作案用的刀子、绳子、手套，一双自己没有穿过的皮鞋和其他男人的几根阴毛，完成了作案的准备。真到要下手的时候，陈平又犹豫起来，毕竟杀人不是小事，万一事情败露，又遮盖不住，不仅锦绣前程没了，恐怕还要性命不保。但2003年9月28号的一次争吵，让陈平下了决心。陈平回忆说，2003年9月28号的晚上，在咸阳好望角和朋友吃饭的陈平给司机打电话，得知汪玲在一个粥铺里喝粥，就让汪玲吃完饭以后到好望角一起回家。汪玲来了以后没有吃饭，就是喝了点酒。8点多钟吃完饭以后，他们一起到了秦阁大厦17楼王某家给朋友看画。期间他因说字画可能不是真的，卖给他多少钱等奚落的话，而被汪玲说了几句，心里就很不舒服。回到家中以后，2个人又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汪玲轻蔑地说陈平做了个检察长就狂得不得了，不知道天高地厚，越来越嚣张。一向被人捧惯了的陈平受不了这些刻薄的话语，就和汪玲大吵了起来。2个人吵了有10多分钟以后，汪玲自顾自的去浴室洗澡。狂怒的陈平就坐在客厅里，回想起之前妻子对他种种不示弱和嘲讽，越想越生气。加之当天晚上喝了一些酒，陈平就冲动之下下定决心要按原来的设想，今天晚上在家中就杀掉汪玲。他将从深圳买来的5片安眠药放到了一个纸杯中融化，加满了水。等汪玲从浴室里出来以后，陈平先是伪装认错，向妻子道了歉，然后把杯子递给汪玲。也喝了点酒的汪玲也没做任何的提防，喝完这杯水就上床睡觉去了。陈平在客厅里看着报纸，
等着药性发作。据陈平回忆说，过了1个小时，陈平发现妻子已经熟睡了过去，喊都喊不醒，知道可以下手了。真到下手的时候，陈平又犹豫了。毕竟2个人生活了有20多年，也不是完全没有感情的。况且陈平毕竟是一个文人，没有见过真正的流血场面，让他杀人还是有些不敢的。他从1点一直犹豫到了凌晨4点，始终都没敢下手。但他又想到妻子掌握他所有的罪证，还要挟他，留着肯定是个祸害，不除掉不行。况且陈平早就想甩掉已经人老珠黄又泼辣的妻子，他想早日和年轻美貌的小三儿双宿双飞，最终恶从胆边生，下定主意杀人。陈平在凌晨4点取出准备好的作案工具，先是戴上白手套，然后带着朋友送给他的锋利藏式小刀和尼龙绳回到卧室。他喊了妻子几声，发现他没有回应，就将他牢牢地捆绑了起来。在陈平计划中，唯一的破绽就是这把小刀，因为刀略有弧度，是比较容易辨认的。陈平先是用力捅了妻子胸部2刀，没想到汪玲虽然已经陷入昏睡状态，仍然低声叫了2声。陈平惊慌之下，害怕这叫声被邻居听到，随手把小刀放在了被子上，抓起一件黑色上衣去堵住了汪玲的嘴。随后他又连续捅了妻子21刀，致其心、肺、脾破裂以后失血性休克死亡。在第4刀以后，妻子已经不动了，但陈平想到妻子之前种种不好，他越捅越狠，疯狂地用力刺着。刺死妻子以后，陈平扯开堵住的上衣，发现妻子眼睛睁得很大，好像是在盯着他看。陈平非常惊恐，心虚之下再次随手将小刀丢在床上，扯起衣服盖住了妻子的脸。之后陈平知道犯了错，不过也不可能把带血的刀痕给消除了，好在痕迹非常淡，估计普通法医也发现不了的。随后陈平巧妙地伪造了现场，他先是把床给弄乱，做出汪玲抵抗的样子，掩盖自己将汪玲麻醉以后再杀死的手法。陈平用沾满鲜血的手套在四处乱摸，做出翻动找钱物的痕迹，让刑警误认为这是抢劫杀人。有趣的是，陈平并不知道妻子因为某些原因这2天在家中的柜子中放了10多万的现金，他又穿上一双从来没有穿过的皮鞋，制造了2行假脚印。之后他将妻子的内裤脱下，又往妻子的阴部放上了几根其他男人的毛发，制造似乎被强奸抢劫杀人的现场。一切做完以后，陈平将所有作案工具放在纸袋里，于6点左右走出家门，走到渭河大桥，将纸袋扔进河里。7点左右步行回家，7点40分他就下楼坐车上班去了。2004年11月22号，咸阳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指控陈平犯故意杀人罪、私藏弹药罪、受贿罪。同年12月21号、22号，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涉及个人隐私为由，对此案不公开开庭进行了合并审理。在一审期间，陈平全部翻供，不承认杀人的指控。为了免于一死，陈平请了国内著名的3个律师帮他辩护。遗憾的是，虽然凶器和作案工具没有找到，并不能影响对于陈平杀人事实的认定。至于陈平辩解所谓的刑讯逼供，现有的证据并非刑讯逼供的结果，即便没有陈平的口供，也可以为其定罪。其实说1000道1万，如果陈平的老上级还在台上，这个案子说不定就能按住，至少陈平能够保住一条命。但是此时这个老上级已经退到2线，加上案子已经震动中央，实在是没法遮掩。据知情人士介绍，陈平一案上诉到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以后，相关审判人员一直对案件的争论比较大。这位知情人士介绍说，这个案子给陕西省高院的压力非常大，
因为久拖不决，有人向陕西省政法委等上级部门告状，称法官在包庇杀人犯。在实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陕西省高院在6月底召开审委会，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办法对此案进行了表决，大多数人员支持维持原判。8月12号，在陕西省淳化县咸阳市秦都区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陈平被执行死刑，罪名是故意杀人、私藏弹药、受贿。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陈平在这个案子中做得不错，几乎掩盖了杀妻的事实。如果公安部没有派出专家，这个案子就算知道很有可能是陈平做的，却也是无法定罪。陈平的失误在于，第一，由于第一次杀人过于慌乱，居然2次将小刀放在被子上，留下了血痕，为确定凶器提供了最有力的依据。如果没有这2个淡淡的血痕，就根本无法给陈平定罪。第二，陈平杀妻时间过早，给陈平妻子下药太早，之后犹豫了3个小时，杀妻的时候不过4点多钟。虽然咸阳的法医无法确定死亡时间，但公安部的法医却可以确定死亡时间在6点以前，而陈平是7点多才离开家的，这又成为了铁证。他如果7点左右下手，就没有人会怀疑他，但这样就难以对妻子下药了。第三，陈平为妻子下药以后再杀人，也许是因为他是个文人，没有什么力气，怕杀不死妻子。下药这种事，即便咸阳的法医发现不了，公安部的专家不可能不会发现，而陈平妻子又没有吃安眠药的习惯，那么所有的罪证自然而然的就指向他了。由于罪证如此确凿，甚至陈平的辩护律师都对陈平有所怀疑。有一位律师回忆说，其实我也不敢保证陈平没有杀人，但从目前的证据来看，并没有有力的证据证明陈平杀了人。就这样判陈平死刑，从铁案的要求看是有差距的。8月12号行刑前，我在和陈平单独会面时，问了陈平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你是马上要死的人了，能不能说句实话，你究竟有没有杀汪玲？陈平他坚决地告诉我，他是被冤枉的。如果陈平最终承认了是他杀的，作为一名代理律师，最起码我的心里会好受一些。遗憾的是，杀人凶手有几个会承认的呢？10个有9个说是被冤枉的。你说不是你就不是你吗？不过此案仍然有一些疑点。第一，陈平为什么用这把形状特殊的藏式小刀呢？此案正是因为陈平使用的凶器较为特殊，又是朋友赠送给多人同样款式的小刀，事后通过床上刀的血痕对比朋友家的小刀，就确定了凶器就是陈平的那把刀。由此，虽然直到今天凶器小刀都没有被发现，仍然可以为陈平定罪。一些刑警认为，陈平作为一个富有办案经验的检察长，使用比较特殊的道具杀人，似乎不太符合常理。如果陈平只用自己家里普通的水果刀或者是菜刀行凶，事后将凶器丢掉，或者是扔在现场，最终就很难将他定罪。有人也推测，这个疑点可能是这样的：陈平虽然知道选择这把特殊的小刀有些问题，却没有太在意。他明白辨认凶器的前提是能够找到这把刀子，如果没有找到，光靠刀子刺入人体的痕迹，要查出凶器是什么样子自然不可能。只要事后处理掉凶器，同样不在现场留下刀的痕迹，就完全没有问题。有人问陈平为什么不买一把普通的刀作案，原因也不复杂。作为一个检察长，他的一举一动都是会被重视的，无法随意去买杀人的凶器，不然很容易被人认出，或者是事后被人发现。如果在超市、商场这种不容易被发现的地方，又难以买到作为杀人凶器的刀具，普通水果刀是无法胜任的。也许很多人不知道，并非所有的刀子都可以杀人。用菜刀砍剁会有喷溅血迹，万一血点沾在身上某一处，事后被 DNA 检测发现，就彻底完了。
所以用这把现成的藏式小刀也是没有办法。事后陈平将这把刀丢在河中，至今没有找到，可以说做得很是完美。只是他由于第一次杀人过于恐惧，居然在被子上留下了2个淡淡的带血刀痕，这让他最终完蛋。如果没有陈平这个慌乱的失误，这个刀就不是问题。第二，陈平伪造抢劫杀人现场，为什么没有提前将家中现金拿走扔掉，更没有取走100多发子弹？既然是杀人抢劫，不拿走家中10多万现金显然不符合常理。陈平既然煞费苦心的伪造了抢劫杀人现场，首先就要把现款带走，不然无法自圆其说。这是现场的一个疑点。有人推测这个疑点可能是这样的：虽然陈平已经预谋杀妻很久，并且做了很多准备，但是在那一天杀人却是因为一次激烈争吵以后的冲动。如果完全是预谋杀人，陈平应该仔细做好各个方面的准备，至少应该在家里搜罗现金，然后丢掉，装作被抢劫了。因为是第二天凌晨4点多才决定杀人，6点多又出门丢弃凶器什么的，区2个小时的时间内，陈平难以完善的准备，加上最近夫妻感情恶劣，妻子又怀疑陈平想谋夺他的所有公司，钱款的事情一律向陈平隐瞒。就比如妻子在近期取回家并且放在不算隐蔽柜子里的10多万现金，陈平就压根儿不知道有这回事。杀了人以后，陈平可能将家里一些零散的现金给丢掉，但是由于第一次杀人比较紧张，加上马上就要天亮，他仓皇之下就没有自己翻找，所以在现场留下了10多万现金这个漏洞。至于子弹倒是小事，虽然私藏子弹可以判刑2到3年，但如果陈平不倒，这就是一件鸡毛蒜皮的小事，随便就掩盖过去了。为什么不提前转移子弹呢？是因为陈平是一时冲动才临时决定杀人，来不及。为什么不抛弃凶器时顺便把子弹丢掉呢？也不复杂。130多发子弹是很大的一包，太显眼了，而且子弹重量较大，投入河内有可能沉底，会成为处理凶器的侧面证据。况且陈平认为子弹这是件小事，算不了什么，也就没有一同丢掉。第三，为什么同时布置抢劫和强奸的假现场呢？似乎这是有些问题，合理布置1个假现场不就行了，干嘛要搞2个呢？其实这也容易理解。陈平明白，单纯的入室抢劫一般判刑10年到15年，所以歹徒大部分不见得会杀人。现在汪玲被抢劫捆绑以后杀死，似乎有些违背常规，会引起刑侦人员的怀疑。而被抢劫强奸杀死相对比较有道理，因为既然有强奸行为或者是准备强奸行为，也就是说基本上可以判认出歹徒是谁，有留下了阴毛等 DNA 证据，相对是比较容易抓住歹徒的。而且入室抢劫本来相对判刑较重，是10到15年，特别恶劣的可以无期甚至枪毙。如果入室抢劫加上强奸，就可以算为特别恶劣，有可能死刑，所以杀人也是顺理成章的。换句话说，这样布局恰恰是陈平自认为高明的地方，而并不是他的失误。